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。先把时间拨回到3年前的今天，也就是2022年的11月，那是一个加密世界最黑暗的一个月。最大的加密交易所 FTX 一夜倒塌，2万亿美元的市值蒸发，比特币从6万9千美元一路跌到了1万6千美元。媒体集体唱衰 CNN 的头条：加密冬天来了。彭博社：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，全世界都在恐慌，所有的人都在抛售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镜头里边出现了一个穿着西装、表面平静、稍微有点女人味道的亚裔的中年男人。他坐在 CNBC 的直播间里边，对着镜头缓缓地说出了一句话：现在是买入比特币的最佳时机。主持人当场就愣住了。 Tom， 你确定吗？整个市场都在崩盘。他推了推眼镜，淡淡的说：我很确定，因为我的数据告诉我，这个不是终点，这是入场点。那一天比特币价格16500美元，3年后的今天比特币现在是9万美元，尽管呢已经下跌了30%。我们都知道这一轮的最高点是12.6万，如果你在那一天听了他的话，你的资产到现在3年的时间已经翻了5倍。但问题是，这个人凭什么敢在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时候逆着全世界说买？他的底气又从哪里来的？更戏剧性的是，到了2025年初，市场因为比特币的大涨集体狂欢，但以太坊呢却横躺着不动。以太坊已死的声音开始刷屏，甚至有 AI 预测以太坊会跌到1000美元以下。就在这种市场普遍都不看好以太坊的背景下，他又一次站到了所有人的对立面。他主导的财富公司贝特曼把数十亿美元的真金白银砸进了以太坊，宣布要成为以太坊的 MicroStrategy。 结果呢，以太坊从2000美元一路涨到了4800美元，他又赌对了。但故事并没有那么简单，因为到了现在11月，行情急转直下，以太坊从4800美元跌回到了2800，BMN2 的股价暴跌36.6%。就在前几天，我们的 Discord 社区里面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， Tom Lee 说标普年底会上到7000到7300，如果真这么涨，比特币是不是马上就复活了？ Tom Lee 在谈股票，这个呢让我有一些困惑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很多币圈的人认识他是因为他主导的财富公司贝特曼在2025年转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但如果你往前翻，你会发现在加密圈之前，他已经在华尔街名声大噪。我们先来看看他在 CNBC 是怎么说的。 Well, I think the market's been struggling with the same things that it's grappled with all year, which is a monetary policy direction that's not completely clear. Well, I think it's still very likely that Bitcoin's going to be above 100,000 before year end, and maybe even above one to a new high. So Bitcoin makes its moves in 10 days and every year. I think some of those best days are still going to happen before year end. 他讲的这些并不是空喊口号，从背景就能够看出来，他自己作为贝特曼的董事会的主席，就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。如果他错了，他不会只是丢掉名声，还会真金白银的一起烧掉。但如果你回头看他整个的人生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，他的每一次压注都比上一次更大。2017年他压入比特币只是建议机构配置1%，2020年他预测微型的反转，管理着几十亿的美元。2022年他在恐怖的熊市抄底，用的是自己的声誉。而这一次呢，他把公司、股东、自己全部都绑在了以太坊上。如果他错了，不是被骂那么简单，是整个 BMN2 一起的沉下去。今天的故事呢，就是想来看一看这个韩国移民家庭的孩子如何在华尔街用3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只相信数据的世界，以及当他把职业生涯最大的一次赌注压在以太坊的身上，市场会证明他是看得更远的人，还是证明他终于疯了。我们现在开始。Tom Lee 出生在美国的密歇根州，一个典型的韩国移民的家庭。父亲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，母亲经营 Subway 三明治店。
从小呢，他就经常在父亲的诊所里边跑来跑去。有一次，他看到父亲正在和一位病人谈话，病人坐得非常端正，说：“我很好，我没有问题。”父亲听完，在本子上写下了躁郁症中度。汤姆很困惑。后来他问他的父亲：“他都说自己没有事了，为什么你说他有病呢？”父亲放下笔，看着他，因为他说的和他身体的表现出来的不一样。语言会撒谎，但数据不会。呼吸的频率、瞳孔的大小、肌肉的紧张程度，这些才是真相。多年以后，汤姆在一次访谈当中谈到，那一刻我学会了一件事儿：真相不在于人们说什么，而在数据显示什么。但这并不是唯一塑造他性格的力量，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力量：你不是自己人。在密歇根的白人的社区里边，韩国移民家庭的小孩永远是外来者，不是白人，不是富二代，甚至不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。他的童年呢，被一种很亚洲式的教育包围着，你必须要成功。我们辛苦的移民到这里，不是让你来平庸的。他说过一句话，非常刺耳但真实：当你不是自己人，你会学到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，你不能够靠魅力，也不能够靠关系，你只能靠比别人更接近真相。父亲教会的数据不会撒谎，移民的身份教会的你必须靠证据，而不是信任。这两件事儿成为了他一生底层的操作系统。进入沃顿的商学院之后，这两件事儿开始真正的变成了他的一种超能力。别人背公式背模型，他盯图表看趋势拆逻辑。别人想要正确的答案，他只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。他说过，沃顿教会我计算，但没人教我们思考，而他呢，就是那个愿意多花5分钟思考的人。如果你了解华尔街，你会知道一句话：能进投行的人都很强，能当董事总经理的都是怪物。Tom Lee 就是那个怪物。他从 Cater Peabody 到 Simon Smith， 最后进入 JP Morgan， 一路升到了首席股票策略师。这个位置普通人要花20年可能都够不着，他才30岁出头就做到了。但真正让他名声炸裂的不是职位，是一个会改变他人生的敢死操作。2002年 Tom 坐在办公室里边，一页又一页地翻看着 Nextel 的财报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客户流失率被刻意的美化，坏账的准备被藏在了注脚里边，核心现金流怎么对都对不上，财报里边有太多的数字根本就讲不通。他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，他一个人对着财报发呆，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：如果我发这份报告 ，Nextel 会疯，摩根会慌，我可能会被炒鱿鱼；但如果不发，成千上万的投资者会被骗。最后他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：我明天可能要发一份会让我丢掉工作的报告。妻子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在电话的另一端说：那就发吧，至少今天晚上你能睡得着觉。第二天报告发出， Nextel 的股价暴跌 8%， 公司被欺诈了，分析师圈地震，华尔街直接炸开了锅。接下来的2周是炼狱，每天早上6点，Tom 都会被叫进会议室，法务在看他的每一封邮件，合规在查他的电话记录，董事会在翻他的所有的草稿。他后来回忆说，那种感觉就像你做了正确的事儿，但所有的人都在找证据证明你是疯子。第13天的晚上，他几乎觉得自己完蛋了。第14天，奇迹来了，调查组公布结果，所有的数据真实，无任何利益冲突，报告逻辑无懈可击。华尔街日报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专题《真相的代价》。那一刻，他没有欢呼，没有庆祝，他只是意识到，原来在华尔街对数据的忠诚真的可以保护你自己。从此，他成为了华尔街口中的不贵的策略师。2014年，他离开了摩根大通。从那一天起，他终于不再用迎合任何的董事会、任何的客户、任何的政治正确的观点。他的每一份报告只需对2个东西负责：数据和自己。他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Fundstrat， 干净、独立、自由，所有的结论都从零开始。2017年，那个时候的比特币没有人当回事儿，
CNBC 播报比特币的时候配的都是土豪大妈投机的搞笑图。财经媒体一致认为比特币是投机、骗局，泡沫马上就要爆了。就在这种大的氛围的包裹下，汤姆利写了一句震惊华尔街的话，建议机构配置1%到2%的比特币。财经媒体全都被镇住了。Tom， 你是认真的吗？你真的要把客户的钱压在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面吗？他没有解释太多，就像今天他在 CNBC 出镜一样，他微笑着，略带一丝女人的味道，亮出了他的图表。网络效应正在指数级的增长，波动率逐年下降，机构资金开始试探的流入。然后呢，他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，这个不是投机，这是藏在数据背后的数学。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是1000到2500美元之间，今天的价格是9万，接近100倍的涨幅。当初嘲笑他的人，现在都开始尊称他为比特币专家 Tom Lee。外界以为他是加密的信徒，但如果你看他的模型，你就知道他和其他的分析师真的不一样。他不压叙事，不压热点，他压的是数据和规律。他研究资金流、链上的活跃度、交易的频率、流通的速度、挖矿边际成本、网络效应曲线。在别人的眼里，比特币像一场赌博；在他的眼里，比特币像一个正在被忽视的互联网早期的网络模型。他说的那句话后来被无数的金融节目所引用：价格可以骗人，数据不会。很多人以为他只是在加密世界里边看对了一次，但事实上，他那一套数据驱动的方法论根本就不是为比特币而准备的，而他在华尔街摸爬滚打了30年，用来观察整个全球市场的大模型。于是呢，当时间来到了2020年，这套模型再次迎来考验。疫情爆发，全球经济陷入恐慌，财经节目满屏都是崩盘来了，这将会是大萧条的2.0，市场救不回来了。各大银行的首席策略师一致悲观，基金经理纷纷抛售资产。但 Tom 又一次在 CNBC 上笑眯眯地说出了那句让主持人都愣住的话：不会崩，不会萧条。这是一次标志性的微型反转。主持人甚至忍不住哈哈大笑 ：“Tom， 你又来了。”但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结果，美股真的在那个时候微型反弹了，而且反弹的极快极猛。这一战把它变成了华尔街最独特的一种人——逆向乐观主义者，一个笑容可亲的、有一点女人味儿的，却用数据在市场里边横着走路的男人。疫情之后，他的预测继续保持着惊人的准确度。美股回升，他提前说到；科技股爆发，他用模型算到；加密行业资金回流，他提前半年看到。每一次市场和他对着干，最后赢的都是他。比特币只是他证明自己的第一场战役，而接下来他要做一件更疯狂的事，他要押上职业生涯里边最大的一次赌注，不是比特币，而是未来5年最具争议的、最容易被嘲讽，也是最可能改变整个行业的赛道——以太坊。但在你以为他是一路开挂之前呢，有一个事实必须先讲清楚：Tom Lee 并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人。在讲他如何接手以太坊财务公司 Bitmain 之前呢，我们先回头看一看他是怎么被失败、被现实一点一点敲打成今天这个怪物级的策略师的。成功不会让人成长，但痛苦会。很多人以为汤姆利是那种从小聪明、一路顺风、天生就是华尔街天才的人，但其实完全不是。他能成为今天的这个样子，是因为他被市场打的次数比别人多10倍，被打得更狠，被骂得更惨，但也被逼得更强。电信泡沫那几年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太相信传统的估值模型，泡沫破了，团队被骂，客户亏钱，媒体点名批评的不懂行业。那次呢，他才意识到数据不是答案，数据只是线索，他需要自己从线索当中寻找答案。市场第一次把他摁在地上，狠狠地摩擦。然后是2008年雷曼的倒闭，市场的连环爆炸，任何教科书逻辑都救不了你。他在一次访谈里边坦白到，2008年
是我人生的最低点。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怀疑自己，客户不信他，同事质疑他，论坛骂到爆炸。那一年他才真正的理解了，市场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，大多数人会在失败以后找理由、换策略、避险、退场，但他没有。他说，既然市场踢我一脚，那我就把每一脚都变成一个指标。于是呢，他开始做一件99%的策略师都不会干的事情。他把自己失败全部拆开，量化、模型化。他花了3年的时间，把所有的错、看错周期、忽略流动性、忽略情绪、高估旧模型、低估尾部风险全部拆解了，全部建模，全部数字化。最终呢，他得出了一套超过200个宏观，再加上链上指标的系统。这套系统不是来自于论文，来自于教授，来自于教科书，而是来自痛苦、亲身经历的痛苦。很多媒体把它称为永久的乐观派，其实这是一个误会，它不是乐观，它是看穿了恐慌。别人一看到暴跌就慌，他会先看结构；别人看叙事，他看资金流；别人被情绪所淹没，他能保持冷静，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，这些灾难我全都经历过，所以我不怕。你可以这样理解他的人生：90年代泡沫，加入流动性指标；2008年的崩盘，重写宏观框架；2015年到2020加入链上行为模式；疫情时期加入真实的经济曲线；2021到2024加入机构资金流分析。每一次被市场打出血的地方，他都会在那里添加一层盔甲。所以今天你看到的 Tom Lee 不是天才，而是一个被失败打磨过的、被现实锤炼过的、被痛苦塑造过的策略师。所有人只看到他预测对了什么，但真正让他变强的，从来就不是那些对，而是那些错。他从来就没有被打死，而从错误当中变成了一个怪物。也正因为是这样，他才敢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边押上一笔比比特币更大的赌注——以太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正式进入汤姆利职业生涯里边最大、最危险、最划时代的豪赌。2025年的6月，他做了一个让整个华尔街都震惊的决定，他接任了贝特曼的董事会主席。注意，这里他不是 CEO。而那一天呢，公司宣布了一个足以改变整个行业的话，把原本的挖矿业务彻底转型为以太坊财富公司。一句话就能概括 BMN2 的新使命，成为以太坊的 MicroStrategy。 不是喊口号，不是 PPT， 不是愿景，是真的把钱从企业的银行账户里边汇进交易所去买以太坊，这才叫押注。2025年的6月30号，就在这一天，公司宣布启动2.5亿美元私募，用于执行以太坊的财务策略，同时宣布汤姆利担任董事会主席。市场 Pre-Market 直接增长了222%，Founder Fund、Kraken 等机构积极参与，全网的投资圈集体的刷屏。媒体统一的标题：以太坊版的 MicroStrategy 开始了。研究机构开始发专题，基金经理开始讨论以太坊押注的合理性。Twitter 上有人直接喊，这是以太坊的企业级的觉醒。那一天，汤姆利像英雄一样被抬上了舞台。这是他人生当中第2次站在了聚光灯下的最正中央。但第2季度的掌声还没有结束，第3季度的暴风就来了。比特币从12.6万跌到了8万，以太坊从4800跌到了2800，风险资产全面降温，公司现金流吃紧，情绪从贪婪瞬间转变成恐惧。然后呢，一个熟悉的脚本又出现了。昨天还在把它称作以太坊的 Michael Saylor， 今天又开始质疑你是不是买在了最高点。以太坊企业财富公司，这是豪赌吧？ BMN2 的股价开始剧烈的震荡，媒体发文分析，汤姆利正在把自己的声誉再次押注在一个没有共识的赛道上。掌声开始变冷，期待变成了压力，支持变成了质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和他的人生的前半段简直一模一样？他的人生的底色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。小时候他是移民的孩子，不是白人，不是富二代，不是自己人。进入了华尔街，他没有背景，会议室里坐的全都是从小坐游艇长大的人。
他只能靠数据占有。Nextile 的事件，他坚持证据，被调查了14天。2008年，他看错周期，被骂到自我怀疑。早期的加密时代，他被笑称疯子策略师。他的每一次关键时刻都伴随着同一句话：你凭什么这么看？直到今天，他仍然把那句话记得非常清楚。被质疑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默认的背景音。所以当市场开始怀疑 BMN2 的时候，他不是恐慌，他是非常熟悉，他太知道这个情景了。市场看到是什么呢？以太坊跌了， BMN2 的股价跌了，情绪崩了，叙事没有了，这波企业质押以太坊可能要凉了。但 Tom 看到的是什么呢？网络活动继续增长，稳定币结算量创新高， RWA 正在加速的机构化， Layer 2成本在下降，偏好从散户流向机构，黑石、富达、City 都在建以太坊的基础设施。别人看到的是，天呀，以太坊怎么跌成这个样子？他看到的是，这个是以太坊第2大周期的底层的数据。别人看到的是噪音，他看到的是趋势。别人看到的是风险，他看到的是时间的窗口。别人看到的是价格，他看到的是周期。Tom Lee 一生最强的能力，不是预测价格的涨跌，也不是看对市场，而是当全世界都恐慌的时候，他能站在风暴的中心，只看数据，不看情绪。BMN2 遭遇的这波冷风暴对他来说不是危机，而是人生里边反复出现的命运的回声。他以前每一次的崛起都发生在被质疑最猛烈的时候，这次也可能不会是一个例外。别人看跌幅，他看结构；别人看叙事，他看趋势；别人看现在，他看未来的3到5年。所以你可能觉得他这是乐观，但我倒是觉得他这是经历过灾难后的反脆弱的逻辑。所以当市场开始怀疑他的时候，那个不是他的危险期，那个是他的启动信号。因为他的一生已经证明了，他被骂得越狠，就越接近下一次证明自己的时刻。BMN2 遭遇的这场风暴不是句号，很可能是序章。他这一次压以太坊未来会被写成最早看懂以太坊的策略师，还是说职业生涯最大的一次冒险，现在没有人知道。但根据他过往的所有被质疑在崛起的轨迹，我更愿意相信这一次他仍然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提前看到了结构。好的，今天的 Tom Lee 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还不太了解以太坊的底层的结构逻辑，也欢迎观看我之前的一期视频，以太坊是世界计算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反情绪、反恐慌、反人云亦云的深度故事，请点赞订阅频道，我们一起看懂周期，读懂底层，在别人恐惧的地方找到自己真正的力量。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